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周四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此前一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应约视频会见克里。中美双方除了聚焦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外，中方还向美方再次阐明了对于双方合作的前提和立场。特别是王毅一周内第二次向美方提出应重视并积极回应中方提出的2份清单和3条底线，传递出明确信号。韩正在会见克里时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体现了中国坚决履行巴黎协定、持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决心，以及中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一直是言必信，行必果。韩正指出，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要回归到巴黎协定这一重要基础上来，希望双方聚焦落实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下继续努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克里表示，美中应保持建设性接触，共同应对全球新挑战。美方认同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巨大努力，愿与中方加强接触沟通，加紧落实巴黎协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周三，王毅在应约视频会见克里时表示，中美曾在双边领域以及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带来一个重要启示，即双方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中美作为2个大国，合作，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的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殷切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克里今年4月首次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身份访华时，并没有与王毅举行会见，并且此次会见也是美方主动提出。克里在同王毅视频会见时就表示，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加强沟通对话，共同提高雄心，体现双方的领导力，为推动落实巴黎协定目标树立典范，也为解决美中关系面临的难题创造机遇。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克里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卿，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此次访华，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美国总统的中美关系问题特使的角色，带有寻求对华改善关系的目的。中国乐意看到中国有美国特使到中国来进行这个磋商，这个对中美关系合作和中美关系整体来说，毕竟是一个好事还是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高估特使他在这方面这个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因为他主要的任务还是在气变方面。中美高层近来互动频繁，除了此次2场与克里的视频会见外，王毅日前还2次应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中方多次明确强调关于中美关系的立场。韩正在同克里视频会见时就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信任为前提。王毅则在视频会见时指出，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大幅滑坡，面临严重困难。究其原因是美方对中国做出了重大战略误判。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在球在美方一边，美方应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停止满世界围堵打压中国，应重视并积极回应中方提出的2份清单和3条底线，采取实际行动改善中美关系，不能旧账未了又添新账，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协调合作，不能只搞单行道。事实上，这是王毅继周日与布林肯通话后3天内2次对美提到2份清单和3条底线的问题，再加上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二应邀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为其履新举行的视频欢迎活动时发表的主旨讲话，中方在本周已经3次提及，希望美方认真对待中方的相关关切。此外，王毅还在和布林肯通话时表示，中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而在同克里视频会见时，王毅也表示，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这是中方所提出来的，就改善中美关系，美方所必须达到必须做到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对，如果做不到，我觉得中美关系可能就达不到一个好转的一个状态。
到目前为止，美方仍没有就中方提出的2份清单和3条底线做出明确回应。但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白宫发表全国讲话，为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辩护时，还不忘扯上中国，明确指出撤军的真实意图就是聚集力量应对所谓中俄挑战。而为了填补常驻日本的里根号航母因前往中东执行协助撤离行动安全任务而留下的航母空白，美国紧急调集航母和准航母驰援亚太。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卡尔文3号航母周日抵达日本横须贺，稍作停留，已于周三出港活动。该航母装备有最新的 F-35C 舰载机，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正穿行菲律宾南部群岛，前往南海方向。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周日从冲绳出发，周三抵达佐世保海军基地，形成3艘航母及准航母的配置，继续在中国周边保持对华的军事压力。包括美国国内有识之士在内的国际舆论则一直呼吁拜登政府摒弃冷战思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日前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题为《美国的新大国战略》的文章，认为美对华新战略面临误判风险。他认为，既然美国无法独自应对气候变化或者新冠大流行，他就必须认识到，有些形势的力量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运用。要想解决这些全球问题，就需要美国与中国合作。有效的大国竞争战略需要谨慎的净评估，低估会滋生自满情绪，高估则会造成恐惧，两者都可能造成误判。文章还引述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观点，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战胜一种生存威胁，而是可控的战略竞争。这将要求美国及其盟友避免把中国妖魔化。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它是一个霸权国家，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霸权国家意味着美国就不会这个接受中国在经济上、军事实力上、综合实力上超越美国，所以这一点它是永远不可接受的。局部方面可能为了这个局部利益，可能会双方就会找到一个缓和的一个点，但是呢，整体趋势来讲，我觉得中美博弈、中美斗争的这个大趋势，可能会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是会一直存在下去。韩正在同克里视频会见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信任为前提。王毅也对克里指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此前扬言，中美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对抗的时候对抗。美方想好处占尽的算盘，还要继续打下去吗？的确啊。我觉得美国对华政策啊，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持续的、理性的对华的战略方式。对于中国崛起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一种理性的认识。所以这个拜登上来以后啊，对中国的政策呢，并没有扭转特朗普当年对中国的这种打压政策。他想要把合作、竞争分开，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呢，我觉得他想要打压中国，同时又要在有求于中国的方面拉中国合作的这种如意算盘啊，一定会落空的。事实上，现在呢，从阿富汗战争这个撤军过程中这种狼狈的状况可以看，美国霸权呢已经走到了终点。全世界对于美国的那一套大半胡萝卜的那种虚伪的对外政策也都看透了，很多国家也都认为呢，美国呢在相当多的时候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对于美的这个反应上来讲，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还是我们的国务委员王毅，中国的这个顶层设计对美国是有非常稳定的战略定力的。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讲，我们也要看到美国是纸老虎的这样的本质。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美国也要保持这样的战略定力。